话剧兴起，从此着迷沦陷其中。我在枕鱼之下，不费写作的老习惯，但是那时节印刷困难，尤其是医书，没有一家书铺肯为我出版，只好减少写作，另寻消遣之道。我觉得除了电影之外，话剧是我最爱看的一个剧种，但是起初只有一个唐怀秋主办的中国旅行剧团，简称中旅。他的剧团是游击的，只要各地戏院有空余的日期，他们就去演出。演出的话剧不过4、5出，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大雷雨等。我看日出大约有4、5次。剧中主角由唐怀秋的女儿唐若清出演，她表情丰富，所以演来精彩纷呈，十分卖座。还有一位女演员是孙景路，那时孙年轻漂亮，远胜唐若清，所以两人常有争执。因为对孙景路特别赏识，我曾请人介绍要和她相识，后来我们成为朋友，常有往来。有一家出头痛粉的药厂主人叫我介绍孙景路为他们拍一张止痛片的广告，孙景路就做一个头痛状的姿态，制成彩色的铝皮广告牌，他的美姿动人极了。后来孙景路与唐若清闹翻了，出来自组剧团。好在那时节不参加中华电影公司的男女明星还有不少，从此又多了无数话剧团体，分别在许多戏院中演出。因为那时电影院时常无片可映，所以话剧演出的机会很多。在我记忆中，有一家在辣斐花园演出的剧团开设了辣斐花园剧场，剧团人才辈出，最著名的是兰兰、夏霞，演出的新剧本很多。后来还盖过一家专演话剧的丽华戏院。那时金城大戏院也改演话剧，出演的名角有狄范、刘琼等，演出的戏剧为《鸳鸯剑》等，给我的印象很深。上海有一个演出舞台戏设备最完善的兰心大戏院，这时也改演话剧，编剧有姚克等。后来张善坤主持演出的《文天祥》就是在兰心戏院公演的，这在话剧史上都是不可抹杀的。中旅剧团的剧本有几个杰出人才负责，他们假作玄宫戏院及浦东同乡会大礼堂演出，演出的舞台很考究，名剧有《梅罗香》《桃花扇》等。至于最轰动的一家上演话剧的戏院是卡尔登电影院，最初演出《武则天》等剧，由营救地下工作者平组人不成后，在国际饭店饮药自杀的英英主演，轰动一时。这家戏院买票最不容易，非几天之前预定不可。那时他们的编导阵容有费穆、黄佐临、顾仲仪等，每出戏都精雕细琢，所以没有一出戏是不卖座的。话剧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就是上海艺术剧团假作卡尔登戏院的演出，该剧团后来又改名若干次，演出的剧本都极好，我常去座上课。最初上演的名剧有大马戏团、浮生六记等，布景、灯光、音响都焕然一新。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一出大马戏团，女主角是韦韦。还有许多名剧由穆弘、韩非、张法、史源、乔琪、卢碧云等演出，石灰就是在卡尔登演红的，红了以后又被其他戏院挖走。这段时间是话剧的全盛时代，上海一地共有8个话剧团，各出智谋，争奇斗胜，上演名剧。然而卖座方面和演出的成绩以卡尔登为最盛。收欧名著搬上舞台，我有一个自小同玩的秦姓朋友，此人不但和我同年，而且都是2月14日生辰。
他从东吴法科毕业以后，就喜欢投稿，笔名怪风，每隔3-5天便到我家来。我总是笑着说：“一阵怪风来了。”他也觉得“怪风”2字不雅，后来就改名禽兽欧。兽欧最初是写小品文，后来翻译长篇小说。他有2部译本，一本是《玉香缥缈录》，一本是《瀛台泣血记》，原作者是德龄公主，他就由翻译这2部书而成名。禽兽欧，1908至1993，原名秦昊，笔名白帆、万千、宁远、陈新等，嘉定人。1938年入《大美晚报》《大英晚报》《易报》等社任编辑。21岁写了长篇小说《聂海涛》，还翻译过维克斯斐牧师传和小仲马的《茶花女》，后以京剧艺人生涯为内容写作了小说《秋海棠》。那时节，《新闻报》和《申报》是上海的2家大报，《新闻报》刊出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后很是轰动，《申报》就请禽兽欧写一篇精心杰作，他就写了一部《秋海棠》。动笔之前，先将全部内容编了一篇1000字的小说大纲。这篇大纲的原稿他曾和我商量过，记得结尾时，男主角秋海棠不是跳楼自杀，而是隐居乡间贫病而死。这部原稿送进报馆，经过该报若干人的研究，不久就陆续连载。禽兽欧家中有很多儿女，吵吵闹闹，文思不能集中。他和我商量，你的诊所中除内科室之外，另外还有儿科、妇科、外科、痔瘘科4个小房间，其中一位痔科医生是由嘉定请来的，每月只来3天，他的房间其余日子都空闲着，你能不能让我在这间房中写稿？我说那也无所谓。于是秋海棠的小说就是在我的诊所中写成的，全稿刊登了1大半之后，已经轰动得了不得，他很高兴。这是813前几个月的事情。